哦，你干什么？沈墨，你背着我做出这种事情，你对得起我吗？不需要解开衣物。这视频哪儿来的？我不是说了不要拍吗？怎么，你有脸做，还不许别人拍了？不会吧，沈医生不像是那种人啊。但是视频里，沈医生确实是脱人家衣服了。院长，沈墨违规救人，对病人图谋不轨，毫无医德，还背叛了婚姻，根本不配成为主治医师。按照医院规定，我申请对他进行停职处罚。沈墨，关于方护士的举报，你有什么要说的吗？院长，这件事我可以解释。当时那位女病人呼吸暂停，现场没有其他人能急救，事急从方。我是为了救人才脱下她的衣服。救人？一个已婚男性不经同意脱一个异性的衣服，你说你是救人？方雅欣，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当时在场的人可以作证，病人气道受压，常规心肺复苏无效，脱衣服是帮他解开气道，而且整个过程我都是征求了病人同意的，没有违背医德。你说征求了同意，就是他同意了。沈墨，病人都呼吸渐停了，他是怎么同意你的？徐医生说的对呀。沈墨，不管怎么说，你的行为都对医院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从今天起，你暂时停诊。什么？院长，我已经解释过了，你凭什么让我停诊？就凭你的解释，根本站不住脚。医师守则规定，必须尊重患者隐私，取得患者同意，并且必须有患者家属或护士陪同才可进行施救。你的所作所为哪点没违背医德？守则也说了，情况危急的时候，一切都要为救人让步。情况真的危急到那时候了吗？你不会让护士找急救科的女医生吗？你这么做有没有考虑小芳护士的感受？我真是为小芳护士心痛。徐医生说的对，沈墨，就算你为了救人，也该想想我的感受。你们意思是，我救人还救错了？沈墨，徐医生可是英国留洋回来的博士后，他说的明显更符合常理。你不要执迷不悟，现在接受处罚对大家都好。不可能！沈墨，我身为你的老婆，我感到耻辱。我当初怎么就选了你这个混蛋？好，既然如此，那就离婚。我看你们也忍不了我，也不用停诊了，我直接离职吧。沈墨，你不要后悔！小芳护士，你别太伤心。我看沈墨这个万人嫌一直在拖你的后腿，你们俩离婚了也好，你也算是摆脱了一个累赘。徐医生说的对呀，到时候我老吴帮你找更好的。我看徐主任就挺好，人长得帅又不花心，而且学历也高，这不比沈墨那个没眼力见儿的好？那我明天就和沈墨离婚，等离了婚，我……沈医生，你还好吗？哟，沈大医生刚离婚就找我下家啦？方雅涵，你自己思想龌龊，就觉得别人也跟你一样龌龊？沈墨，你宣布一件事，由于昨天沈墨对病人做出恶劣行为，严重影响了医院的声誉，经高层商议，对沈墨做出停诊和降职惩罚。沈医生，怎么会？从今天起，你转去妇科做医师助手。你不是喜欢耍流氓吗？我让你耍个够！另外，普外科科室主任将由徐景春医生担任，陈默在普外科的手术也由徐主任接手，负责主烧。什么？徐景通主刀？看来人心就没做过临床。院长，你这是草菅人命！什么草菅人命？徐主任可是医学博士后，论水平，肯定比你们这些三流大学出来的高得多。都是熟人，我就不多说了。作为发表过无数期刊论文的博士后，我会用我的专业水平带领大家把外爱科建立成全国最先进的科室。沈墨，
急什么？临床医学不是嘴上说说而已，你最好是真的专业。我可是堂堂博士后，当然是专业的。沈墨，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沈医生，急诊来了一名病人，需要马上手术。沈墨已经停诊了，徐主任，这台手术你来主刀，梁心，你来做副手。沈墨，你也来，好好学学什么叫真正的专业。我现在不属于无外科，不归你管。沈墨，你还没去那边报道，我命令你去配合徐医生。行，我好好学习徐医生的专业。等会儿，我最后确认一下流程。徐医生，你查好了吗？病人等不了。姓徐的，这里是手术室，你在这拿手机？我做了消毒的，而且戴了防尘套，绝对是无菌环境。这时候找 AI 问怎么做手术？你懂什么？我这是谨慎。你这么能耐，你来主刀。阑尾切除手术开始，现在我要给病人开腹，你们准备好止血和缝合工具。等等，这数据不对，病人可能有腹水，建议腹腔镜微创。沈医生说的对，徐景川，你最好听他的。沈墨现在只是个助手，我才是主刀。少听他一个野路子的，只是麻醉的影响而已，等手术结束就没事了。现在都听我的，准备开腹。沈医生，这个姓徐的手抖得那么厉害，不会出什么问题吧？病人血压数值下降得很厉害。姓徐的，你做了什么？下刀的位置不对，切到血管了。景川，病人心率飙升，其余各项数值下降太快了，你快想想办法。怎么会？我明明是按照流程走的。止血夹，止血夹在哪儿？你连出血位置都没找到，你现在用止血夹？闭嘴！你一个副手懂什么？好多血，是大出血，病人大出血了！你去哪儿？你是主刀医生，不能走！让开！先恢复心率，病人出血量太大，先用大纱布弹刺压迫出血点。梁医生，准备 CPR。来了。护士准备肾上腺素进推，徐医生通血库，随时准备输血。姓沈的，你干什么？
你已经被院长停诊了，你现在根本没权为病人动手术。你听到没有？不愧是徐医生啊，第一次主收就这么顺利。吴院长，沈墨不听安排，导致病人大出血，现在病人家属十分不满，要求赔偿100万。这笔钱我建议由沈墨承担。徐景川，你还有没有良心？要不是沈医生，你就要把病人治死了。你闭嘴！要不是沈墨唧唧歪歪，手术能出问题，你给我滚回去抄写医生行为规则100遍！姓徐的，别以为有院长给你撑腰，你就能只手遮天了。这个梁医生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还有你，沈墨，不是让你停诊了吗？在那逞什么能呢？以后不会了。你知道错了就行，赔偿的事儿也不会完全让你承担，你负责50万就行。赔偿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手术当天的监控，如果你们非要把赔偿算在我头上，我不介意给家属送一份配份过去。沉默，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不奉陪了。沈墨，你还学会拿辞职来威胁吴院长了？沈墨，你可想清楚了，以你的学历离开了人心，别的医院可不会收留你，到时候你想回来，我可不会要你。我能去哪儿就不劳你们费心了。你们还是担心以后上哪儿找人背锅。滚！沈墨，你真以为自己多有能耐？你等着被全行业封杀吧！吴院长，徐景川，你们以为赶走我就能高枕无忧了？我也很好奇，离了我，徐景川能把妇癌科祸害成什么样子？方雅欣，你也该看清楚，你心心念念的医学精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草包蠢货！沈医生，听说你辞职了，要不你来我们家做私人医生吧？我可以给你开10倍工资。沈医生，要不你留个联系方式呗，大伙儿好去找你看病。对呀。等我安顿好了，一定想办法联系大家。虽然吴院长他们不做人，可这些病人却是无辜的。为了他们，我也要想想办法。请问普外科的主任医师石墨医生在吗？是你？你找沈医生有事儿？我是来感谢他的，那天要不是他及时出手救我，后果不堪设想。你来晚了，沈医生被迫离职，早就离开医院了。什么？他被迫离职了？出事了！徐主任的手术出大事了！老爷子，您前2天是不是跳广场舞闪了腰？什么？你给我交代清楚，是不是偷偷背着我又去找那个狐狸精了？师弟，听说你终于想通辞职了，要不你来我这儿吧，全国前5，3甲医院，比那个什么人心好多了。要不是你非得为了那个小护士，师兄，不就是想让我去你那儿吗？我刚辞职，你好歹让我休息2天。我这不是怕手慢无吗？你要是休息好了就联系我，
你只要来，想要什么岗位我都给你留着。再说吧。沈墨，你跑哪儿去了？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医院报到。我已经不再参与院内工作，医院的事情不用再来找我。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和方雅欣已经离婚了。小沈，雅欣手术了，出事故快死了，求求你救救她吧！什么？我和方雅欣已经离婚了，她现在和他们科室的徐景哲是一对，她的事儿您找徐景哲吧。雅欣会出事，就因为徐景哲是主刀。小沈，妈知道雅欣对不起你，算妈求你来医院救救雅欣吧。抱歉，我已经从医院离职了。再说我现在离医院很远，就算立刻赶过去，也未必来得及救人。这个申墨居然敢挂我的电话！吴院长，是你们把人逼走的，他没有拉黑你算好了。是，孟总，我已经知道错了。申墨没答应，怎么可能？他申墨不是最重视病人的吗？他怎么能不答应？他这是在草菅人命！沈墨没答应，你还好意思说？不是因为你，雅欣怎么会遇到生命危险？景川，我查出了宫外孕，报告刚显示有盆腔积液，位置不确定。我觉得是不是可以采用术中超声设备？没必要 ，B 超看不清，应该是有炎症。那套设备也就是个定位作用，鸡舍的位置我已经判断出来了，根本用不到。可沈墨之前说过，陈默就是个野鸡大学出来的水货，我可是留洋博士后，这种小手术交给我主刀，40分钟就能拿下。他能吗？好，你是专业的，我都听你的。麻醉生效，准备开腹。徐医生，患者检查报告显示积液位置不确定，为什么不采用术中超声设备？一个宫外孕手术而已，盆腔积液位置我早就凭经验找到了，要那又贵又鸡肋的玩意儿干什么？这东西开机一次1万多呢，咱们得给医院省钱。护士准备穿刺。怎么样？我说了没事吧？
梁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大出血止住了，但她的情况现在非常复杂，以我的水平没把握能救，先转 ICU 吧。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你不是说你很专业吗？我不知道，我都是按照流程走的。流程，你都是上网搜的 AI， 算哪门子流程？我那是在最后核对确认，流程有没有问题，我难道不知道吗？你要是知道，方雅欣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雅欣，我的女儿，用我的手机找什么救我？找小沈，妈找小沈来救你！都是沈墨的错，是他非要离职，情况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对，都怪沈墨，他要是不离职，现在就还在医院，方护士就能及时获救了。他还故意挂我的电话。够了！事到如今，你们还不知道反省自己？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怎么会？我刚刚明明还跟小沈通过话。应该是方护士被沈医生拉黑了。是你勾引我女儿，赶走我女婿，把我女儿害成这样，都怪你！不是我，是他让沈墨降职停诊的，是他让我代替沈墨的位置。关我什么事儿？明明是你和方护士先举报沈墨违背师德的，是他们诬陷沈墨用救人做借口，非礼病患，还说沈墨的行为背叛了婚姻。我以为他们说的是真的，才对沈墨做出处罚的。我可没有诬陷沈墨。你们看这个片，是看这个视频，难道沈墨没有非礼患者吗？好一个非礼患者，好一个颠倒是非黑白。吴院长，这就是你不惜赶走沈医生也要留下来的高材生。孟总，你凭什么说是我在颠倒是非黑白？就凭视频里沈医生救的人是我。什么？冤孽，都是冤孽啊！难道小沈真的要对雅欣见死不救？沈墨不是这种人，他一定会出现的。爷爷，您怎么来了？出了这么大的事，我要是不来，谁来收拾烂摊子？爷爷，是我没有。不怪你，是爷爷不好，让沈墨失望了。我以为把申墨和他亲人安排在一起，申墨就能对医院有更多的归属感，没想到反而把他给逼走了。梦老，我知道你是外科界的泰山保守，求求你，救救我！方护士，我都70多了，怎么救你？而且你的情况，现在只有沉默能主导。雅欣把小沈伤害成那样，小沈怎么可能还会来救他？你们还是不够了解沈墨，他是一个合格的医生，不会见死不救的。沈医生，小沈，你真的来了！
沈墨，我没看错你，你果然来了。沈医生，这是方雅欣的 B 超检查单和诊断报告。穿刺手术失败引发急性大出血，止血后存在隐匿渗血，导致轻度贫血，同时伴随盆腔积液残留引发的中度炎症。建议启用术中超声设备，优先控制渗血，其次清理盆腔积液，处理炎症问题。情况稳定后再进行病灶切除。对了，术后收尾阶段一定要注意消炎和止血，防止2次血崩。沈医生，你不打算主烧吗？我都离职了，已经不是人心的医生，哪有资格主烧？沈墨，你不要在这个时候使性子！我命令你立刻准备手术。吴院长，我不是你的员工了，不需要听你的命令。沈墨，你少给脸不要脸！我看你才是给脸不要脸，还不快给沈墨道歉！什么？我知道错了，我不该诬陷你，我不该联合外人赶走你，你救救我吧！你不是知道错了，你是知道自己没救了，怕死了。沈墨，我真的知道错了，我这就和徐景川分手，跟你复合。方雅欣，你凭什么觉得背叛了我，还能对我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你不是说徐景川更专业，你找他救你去？徐景川他根本什么都不懂，他就是个骗子。他骗我说只要把你赶走，他做了主任就帮我做护士长，所以我才会举报你。原来沈医生是被诬陷的。沈医生好惨啊，被自己的老婆联合外人污蔑。方雅欣，你血口喷人！我有没有血口喷人，你心知肚明。徐景川，你给我的聊天记录我可都还存着呢。我那是一时气话，你们不要信他的鬼话。治疗方案我已经看在你的面子上给了，你们最好尽快安排手术。其他的事儿我管不了，也不想管。是你那天的女病人？是我，沈医生。其实我是仁心医院的大股东，所以你也要劝我宽宏大量，去给方雅欣做手术。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我支持你。但爷爷说，只有你能做这台手术。我说过我已经离职了，所以我想以飞刀医生的方式聘请你，只要你同意主骚，我可以出5倍酬劳，并要求方亚欣、吴院长、徐景轩公开向你道歉，澄清对你的诬陷。沈墨，你还记得你来医院面试那天发生的事吗？中医出身，本科学历，小伙子，你这个简历不符合要求。我的手很准。哼，破外科的医师手很准的还少吗？小子，你回去吧。
主任，主任！脉搏和呼吸都在急速减弱，是急性心衰。常规 CPR 没用，我先下针帮他疏通呼吸。你大胆去做，一切由我担着。针灸只能暂时救急，麻烦您通知急救科做后续处理。让让，麻烦让让！小伙子，你很不错，基本功扎实，值得表扬。主任拒了你的简历，但你还是救了他。医生的天职是救人，而且我有家训：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沈墨，你当时用大医精整回答了我的问题，我相信就算是现在的你，也不会忘记学医的初衷。沈墨，我知道你受了委屈，你放心，我和云收作为医院的大股东，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可以接手这台手术，但我有几个条件。没问题，沈医生，是我们有求于你，不管多少条件，我们都会尽力满足你。第一，我已经从人心离职，只能以飞刀医生的身份做手术。我要求薪资酬劳按飞刀医生的标准算，而且要签明文合同。没问题，这是应该的。第二，我在仁心医院任职期间受到的污蔑，我要求你们给我一个明确的处理结果。沉默！你少在这得寸进尺！沉默！你少在这得寸进尺！沈医生，
我现在就给你答复。吴院长和普外科科室主任徐景川停职处理，开除普外科护士方雅欣。手术成功后，你们3个还要公开澄清对沈医生的污蔑，并公开道歉。凭什么让我道歉？我又不是故意诬陷沈墨的。孟总，停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们陷害沈医生，逼他停职的时候就不过分了。你们2个现在向沈医生道歉。沈墨，对不住了。沈墨呀，之前是我们不好，我不该听信谣言处罚你，我在这里给你道歉。你大人有大量，就别跟我计较了。沈墨，对不起，真的对不起。第3，这台手术我要求公开进行，我指定普外科的科室主任徐景川作为我的助手。你让我给你做助手？不行，谁知道你会不会故意报复我？徐景川，你以为谁都是你吗？沈医生让你做你就做，你不要不知好歹。徐医生，按沈医生的要求做。开始手术，徐助手，开启术中超声设备。摘除创口缝线，徐助手注意监控各项生命数值。那不是外科的沈医生吗？感觉好一阵子没见过他了。沈医生早就辞职了，听说是因为手术难度特别大，医院没人能做这台手术，只能特意把他请了回来。沈医生为什么要走啊？没听说他被哪个病人投诉了呀？哎，沈医生怎么不动了？是包裹性肌腺，还形成了大面积粘连，这根本没法处理。手术暂停，梁医生留在手术室盯紧患者情况，其余人通知各科室准备综合会诊。超声设备拍到的影像，
血管、肠道全都糊在一起，这就不可能手术成功。我建议先转移到 ICU 进行保守治疗。这种情况，保守治疗跟放弃治疗有什么区别？你们普外科做不了的手术，就打算扔给我们 ICU？ 你怎么说话的？我是这个意思吗？叫你们来不是来吵架的。妇科主任有什么建议吗？孟老，这种情况我能提供的帮助不多，还是得看沈医生的。另外，我建议让泌教科和介入科加入手术。陈默，其他科室的医生建议你也听到了，你是主刀医生，你怎么看？看来有什么办法，他有办法就不会叫暂停了。有什么意见就直接说，不要小声嘀嘀咕咕的。孟老，妇科那边给出的建议，我觉得可行。我的看法是手术继续，让泌尿外科和介入科加入，优先处理粘粘问题，清理积液，建立安全区。好，就按照你的决定来，手术继续。又开始了，看来沈医生已经想到办法了。沈医生加油啊！我相信沈医生。沈医生加油！沈医生加油！岳总保佑，小沈的手术一定要成功啊！阿姨，您别担心，沈默那么喜欢方护士，肯定不会让方护士出危险的。我就怕雅欣那样对小沈，让小沈寒心。嗨呀，默那说的都是气话，他心里比谁都在乎方护士。只要雅欣手术成功，我就答应你们的婚事。小沈，手术结果怎么样了？幸不如意。好了，小沈，谢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不愧是沈医生，也不知道仁心医院怎么想的，怎么能让沈医生走呢？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听说是沈医生的老婆和他们科室主任联手陷害，把人家沈医生气走了。怎么能这样？他们必须给沈医生道歉！沈墨，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救我的。职责而已，你不要想多了。孟总，我答应你们的事已经完成了，现在是不是应该轮到你们履约了？沈墨，我才刚刚从急救室出来，你真的要对我这么狠心吗？小沈，要不你看在我的份上，放过雅欣这次。方阿姨，我只是想要一个公道，这也算过分吗？沉默，我真的没想害你，我只是太爱你了，看到你和别的女人这么亲密，吃醋了而已。方雅欣，我不会和你复合的。方雅贤，我不会和你复合的。对我来说，医生的事业比爱情重要。我不信，你肯定说的是气话。你只是因为之前的事还在生我的气，其实心里还爱我。信不信随你，我和你不可能再走回头路。沈墨，我都已经道歉了，这事儿就不能算了吗？就是啊，沈墨，既然已经冰释前嫌了，就算了吧。我只是要求医院给我一个处理结果，具体怎么处理，与我无关。孟总，您可得替我们做主啊！这件事必须挨规严肃处理，按我之前的承诺，开除方雅银。吴院长、徐景川，停职。另外，医院会组建调查组，彻底调查沈医生被诽谤诬告的事件。什么？孟总，既然沈墨的事已经说清楚了，我们重新把人招进来不就行了？大不了我们给沈墨一笔赔偿嘛。对，我们可以赔钱，赔多少钱都行。这件事不光和沈医生有关，还关乎医院的管理问题，董事会一定会彻查。沈医生现在有空吗？有件事我想单独找你谈谈。不是，孟总，有话好好说呀。孟老，哎呀，我都退休了，医院的事儿我管不了。
都完了。孟总找我什么事？先说好，让我回仁心医院不可能。沈医生，我不是来劝你回妇五科的。难不成你想说让我去妇科或者 ICU？ 沈医生，你之前救了我，我还没来得及谢谢你。孟总不用这样，救人只是我职责所在。其实不只是谢礼，沈医生，坦白告诉你，我爷爷安排我来这家分院，一是因为我们察觉到这家分院出了问题，他让我来调查。其次，我也是为你而来。为我？具体的事情都在这个文件夹里。其次，我也是为你而来。为我？具体的事情都在这个文件夹里。沈医生，我听我爷爷说过，你是中医世家出身，但救人从不拘泥于中西，甚至为了学习现代医学离家出走，借用师兄的实验室练习。仁心集团准备在这家分院成立一个临床实验室，专门攻克疑难杂症。我看过你以前的临床报告，我觉得临床实验室的组长你最合适。如何？沈医生，加入我们的临床实验室，我可以为你提供最顶尖的实验条件。乐意至极，合作愉快。乐意至极，合作愉快。徐景川，你涉嫌职务犯罪，跟我们走一趟吧。不关我的事，你们去找吴院长，别抓我，放开我！沈墨，都是你的错，你给我等着！你说你有个好老公不珍惜，非要招惹什么留洋富二代，要攀上的是真材实料都算了，结果找的是个草包。
你知不知道前2天那个徐景川职务犯罪的事在院传遍了？你妈我这老脸都没处搁。什么？徐景川他职务犯罪？他挪用公款还行贿受贿，他送你的那个戒指都被当作证据收走了。那沈墨呢？沈墨去仁心新成立的临床实验室了，不回来了。雅欣，以后你就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别想着和沈墨复合了。怎么会这样？不行，我不能放弃沈墨。怎么会这样？不行，我不能放弃沈墨。我先撤了，孟总、沈主任，2人世界愉快。实验室的新药有进展了。这么快？这个项目我很久以前研究过，很多资料都是现成的。沈墨，你为什么不愿意见我？方雅怡，我早就说过，我们已经离婚了，你不要再来骚扰我。我知道你一直因为徐景川的事生我的气，可我已经道过歉了。老公，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吗？别乱喊，我可不是你老公，你要是缺爱就去找人相亲，别找我。方小姐，我记得你应该早就被开除了，你是怎么进来的？我来看我老公，关你什么事？方小姐，你婚内出轨还联合外遇排挤丈夫，这件事去年在仁心闹得沸沸扬扬，你是怎么有脸继续纠缠沈医生的？沈医生现在是仁心的重要科研人，我警告了，如果你再继续纠缠，我会采取法律手段。就是你这个贱人，一直阻拦我和我老公复合，不要脸的小三！沈墨，你居然敢打我！隐瞒了方雅欣，我忍你很久了，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我们已经离婚了。方雅欣，
你要是还要脸，就少来纠缠。保安，把这个女人赶走，以后不准她再进实验楼。沈墨，你不能这么对我！沈医生，你没事吧？没事，让你看笑话了。怎么会？你做的对。走吧，别让这种事影响心情。沈医生，其实你不用这样。早该这样了，是我以前太优柔寡断，才让他蹬鼻子上脸。云舒，对不起，害你挨了骂。骂人的是他，又不是你，你道什么歉？要是你实在过意不去，也可以请我吃顿饭。好，请你吃饭。混账！一个看大门的，也敢这么对我！方护士，好久不见，甚是想念。方护士，好久不见，甚是想念。你想干什么？我又没有害你，你不要害我！谁说我要害你？我是来找你帮忙的。孟总，我们都知道仁心旗下的临床实验室最近在核心刊上发表了抗癌相关的论文。是否可以透露一下论文与实验室最近的研究呢？是的，仁心最近在癌症相关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进展。经过实验室全体成员的同意后，我们邀请了实验室的沈主任发表这篇论文。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孟总，热搜。我是仁心实验室主任沈墨的前妻方雅欣，我实名举报沈墨学术造假。
方女士，你说你的前夫学术造假，请问你有确凿的证据吗？这里面是一篇没有发表过的论文，署名是青之刃，论文落款时间是10年前，而这篇10年前的论文至少有60%的内容和我前夫沈墨前不久发表的论文完全重合。不会吧？不是说沈芷任以前是外科临床水平第1人吗？这么厉害的人还用抄别人的论文？谁知道呢？说不定这个沈主任就是开刀厉害，写论文不行。谁准你们占用门诊大厅搞采访的？孟总，关于方女士实名举报人心实验室沈主任学术造假一事，你怎么看？请问您是否对沈墨沈主任的论文与10年前论文高度重叠这件事知情？孟总，沈墨沈主任是否可以接受我们的采访呢？各位，关于这件事儿，我也是刚刚才得知，我们会与沈医生联系确认具体情况。我个人相信沈医生一定不会做出这种事。孟总，我承认沈墨在临床实操方面很厉害。但作为他的前妻，我很确定以前从没见过他写学术论文，你小心别被他骗了。方女士，我没有记错的话，1年前你也曾经言之凿凿地举报过沈医生，但最后经过调查，我们证实了是你勾结外遇对沈医生的构陷。我怎么觉得这更像是你向沈医生求复合失败后恼羞成怒，故技重施，试图再次栽赃沈医生呢？你少在这给我扣帽子！为了确认这份文件的真假，我特意找人查过，这个青之刃是真实存在的。除了这篇论文，他还曾经多次发表过中医抗熬的论文。而那些论文发表的时候，我的前夫还只是个普通大学的学生，他根本不可能写出那些论文。沈医生不可能抄袭，可那篇论文又是怎么回事？还是说沈医生就是青之刃？方女士，你怎么知道青之刃一定不是沈墨医生呢？那当然是因为我已经找到真正的青之刃了。你来啦，徐景川，你不会要向大家宣布你就是真正的青之刃？难道他真的是青之刃？看上去他和沈墨一样大，难道他从上学起就在研究抗癌药物了？
大家好，我是医学博士后徐景川，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利物浦大学的博士后，那很权威了。徐先生，请问您就是方女士所说的青之刃吗？我当然不是了，我对中医可一窍不通。不过，我认识真正的青之刃。沈主任，你怎么不接电话呀？找我有事儿？那个方雅欣又和徐景春狼狈为奸了，他们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一个叫青之刃的人，说我们实验室前不久发表的论文盗用了那个青之刃的研究。青之刃？对，方雅欣和徐景春说他们已经找到了真正的青之刃，现在外面因为这个热搜都闹翻了。不可能，他们不可能认识青之刃。不可能，他们不可能认识青之刃。沈主任，你肯定知道青之刃大神是谁，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个青之刃是谁，不过我确定他们不可能认识青之刃。既然你确定他们不认识，那咱们快去打他们的脸啊！徐先生，你真的知道青之刃是谁？当然，他正在赶来的路上了。良心！沈医生，你怎么来了？沈墨，你居然还敢出现在这里！我为什么不敢出现？沈墨，你拿着抄袭的论文欺骗了所有人，你就是个学术骗子！你居然还敢出现在记者面前，你的脸皮还挺厚的啊！你说我论文抄袭，证据？哈哈哈！你在搞笑吗？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你们人心实验的那篇抗癌论文，抄袭了青之刃10年前没发表的论文，你还在这里装傻充愣！沈墨，你肯定没想到我能找到你抄袭的证据吧？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不谨慎。
沈墨，你少在这瞪我！你以为我会怕你吗？你以为这样看我就会原谅你吗？我只是有点好奇。什么好奇？你们说我抄袭论文，说我学术造假，但你们是不是忘记了一件事儿？你少在这故弄玄虚！我看你根本就没有证据能自证清白。哼，是吗？可是你们都不知道，任心发表的那篇论文是在得到确切的临床实验后才发表。难道你们要告诉我，那么巧，青之任10年前发表的论文跟我们这次的临床实验刚好得到了一模一样的实验数据？沈医生说的对啊，实验数据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10年前的理论怎么可能和10年后的临床实验结果一样？难道青之任和人心实验室的论文内容雷同是巧合？只是正好得出了相同的结果。我也觉得徐医生不会抄袭，他可是人心的临床第一。你之前不是还觉得徐医生只是临床厉害，写论文不行吗？那也不能证明他陈默就没抄袭。谁知道人心实验室的临床实验是不是按照青之任论文里的设计路径走的？对，青之任的论文是10年前的，沈默的论文却是前不久发表的。他完全有时间、有条件照搬青之任的实验内容。我看，就是他故意复刻了青之任的实验，所以才会得出一模一样的理论和数据。你们会这么说，就说明你们根本没看过青之任的论文，否则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你胡说！我要是没看过，怎么会知道你们实验室的论文和青之任的论文有60%内容重合？邦雅欣，这就是你指认的那篇我抄袭的论文，对吗？沈默，你又想搞什么鬼？急什么？马上就要说到重点了。我估计，你们只是看了这篇论文的摘要部分，发现理论雷同，就贸然断定了抄袭。但如果大家仔细阅读过青之任的论文和人心实验室的论文全文，就会发现，我们采取的实验路径完全不同。人心实验室所采用的是近2年才发展成熟的技术，我们不仅用到了实验室临床实验的数据，还结合了人心医院多年以来积累的真实病例反馈。而青之任当年是在大学实验室根据初步构建的理论做出的小白鼠实验，受限于设备与算法，有很多理论都仅只是猜想和假设。原来如此，2篇论文的底层逻辑根本不同，人心实验室的方法构建和实验数据明显更合理。这么一看，人心实验室根本不可能抄袭青之任的论文了。大家不要被他骗了，沈默根本就是在避重就轻。
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他没有抄袭，那他们的论文怎么会有60%的内容雷同？而且他的论文摘要和清之任的论文摘要几乎一字不差。沈医生，你是否可以告知大家，你和你的团队研究抗癌药物的初衷呢？为什么2篇论文的内容会存在如此高的相似度？沈医生，我刚刚注意到你发在大屏上的论文和方女士拿出来的文件资料存在出入，请问您可以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还能是为什么？当然是他沉默故意修改了论文内容，企图掩盖抄袭事实。方女士，您可能没注意看大屏幕，沈医生刚才展示在大屏幕上的内容，修改部分明显比您给出的版本更合理。方女士，您可能没注意看大屏幕，沈医生刚才展示在大屏幕上的内容，而且修改的部分实际上和仁心医院发表的临床数据完全吻合。你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你手里的那篇论文是废稿，而我发在大屏幕上的才是清之任当初的最终定稿。什么？难道你才是真正的清之任？这不可能！我明明已经联系上了真正的清之任。对，你肯定是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清之燕的论文，然后再声称是自己的，这样就能彻底掩盖你抄袭的真相。我从没说过，我就是清之任。看吧，我就说你不可能是清之任，你就是在故意找借口，想拖延时间。但我也没有说过，清之任的那篇论文和我无关。什么意思？死鸭子嘴硬，沈墨，你还是早点承认错误，要不然一会儿真正的清之任来了，你可就没法收场了。沈墨，你就吹吧，真正的清之任已经到门口了，他马上就来拆穿你。怎么这么大的阵仗？清之任先生，大老远的跑这一趟，麻烦您了。这位就是真正的清之任，毕业于利物浦大学博士，现任前溪医学院的孙副院长。算起来，他还是我的师哥呢。
竟然是前溪医学院的孙副县长。青之刃是他，倒是不算意外。这位徐先生，你什么时候成了我的师弟？我怎么不知道利物浦有你这个人？我们不同届，或许师哥没注意。不可能。我们利物浦大学近30年来的毕业生有一个共同的大群，历届所有专业的华人的学生都在群里，除非你根本不是利物浦大学的。我说呢，刚刚我特意去问了利大的同事，都说没听说过徐景川这个人。那谁知道，万一他的利物浦是利物浦城市学院呢？这不重要，孙副院长，我请您来是为了揭穿这个人假冒您青之刃身份的。这不重要，孙副院长，我请您来是为了揭穿这个人假冒您青之刃身份的。各位误会了，青之刃不是我，我只是来见一个老朋友。孙副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联系你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哦，那你说我是怎么说的？你不是说你上大学的时候确实用青之刃的名字发表过论文，而且青之焰的博客账号不是也在你手里吗？可是你亲口告诉我的。我确实这样说过，但我可没说过那篇抗癌论文是我的。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意思就是，青之刃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团队。当年我们几个同导师的师兄弟共同创立了这个组织。师兄，好久不见。终于不装了，我还以为你要藏到什么时候。什么？沈墨医生和孙副院长居然是师兄弟的关系？沈墨，你居然是孙副院长的师弟？不可能啊！你不过是个野鸡大学毕业的三流医学生，
怎么可能跟利物浦毕业的孙副院长是师兄弟？不可能，我不信！你们没发现吗？我大学本科和沈墨同校，而且他当时的班主任是我考研的导师。我这个师弟当初可是我们师傅最喜欢的弟子，可惜他因为家里的关系，没有选择继续深造，而是早早投身临床一线。家里的关系？难道说……没错，沈墨出身中医世家沈家，他的父亲就是中医协会的会长沈延洲。沈墨出身中医世家沈家，他的父亲就是中医协会的会长沈延洲。原来沈主任的父亲是沈延洲大师，这么一看，你们父子俩确实长得像。沈主任，我听说你们沈家规定，子孙必须以中医为本，不得任职西医。可沈医生现在不就是……哈哈哈！这小子为了做自己想做的研究，离家出走，要不然他早就出名了。怎么会？我从来都不知道。你当然不知道，沈墨当初为了娶你，和他爸彻底闹翻了。可是你是怎么对他的？难怪，多年前沈家曾经爆出过沈家弃子风波，原来主角就是他。没有妻子，只是我被要求不能以沈家名义行医而已。事实证明，你不用沈家子弟的名义也能闯出一片天地。青之刃就是以沈墨为首创建的，这小子当年可是团队的风云人物。那篇抗癌论文正是沈墨毕业前以青之刃名义做的最后一个选题。方女士，作为沈医生的前妻，您难道真的一点也没发现沈医生的真实身份吗？方女士，您污蔑沈医生学术造假是为了报复他吗？我不知道，你们别拍我！我不知道，你们别拍我！什么？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只是没有发现是徐景春，是他，都是他指使我的。他说只要让你身败名裂，你就会回到我身边。什么？你信我，我是爱你的，你原谅我好不好？算了吧，方小新。这篇论文我前2年结合在人心做主任医师的经验，重新修改过一次。但凡你在家注意过，都会知道这篇论文的作者就是我。可是你一次都没有发现。
你3番2次的诬陷我，这次更是造谣我学术造假。你知道这样的指证对我来说后果有多严重吗？你根本不爱我，只爱你自己。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方雅欣，对于你和徐景川勾结、诬陷沈墨医生一事，我已经向相关部门反映，他们马上就到了。我们将启动法律程序，相关部门会介入取证，绝不会姑息任何一个诋毁我们的人。放开我！你们凭什么抓我？我什么都没做。方雅欣、徐景春，你们涉嫌诽谤、扰乱医疗秩序及伪造学术证据，跟我们走一趟吧。不关我的事，事情都是方亚文干的，你们去抓他，我只是一个路过的。报应都是报应啊！各位，既然都在，我就顺便宣布一个消息：仁心将和前溪医学院合作，共同推进抗癌项目的研究。不久后，我们会正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孟云舒，孟总，发布会上会公开抗项目的详细信息吗？请问沈主任和孙副院长会出席发布会吗？请大家安静。关于发布会的详细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仁心医院和前溪医学院的社交账号。今天的采访暂时到这里，请大家为我们的患者让出空间，谢谢。请往这边走。走，辛苦了。可算是结束了。师兄，这次麻烦你了。我说你怎么不肯去我们院呢？原来是美人在侧。我说你怎么不肯去我们院呢？原来是美人在侧。当初因为缺少临床数据，论文没能最终发表。后来在仁心实验室的支持下，我才终于有机会重启这个研究。好了，知道你脸皮薄，不开你的玩笑了。我还有事儿，先回了。这可真是太爽了，姓徐的可算是遭报应了。闪主任，
原来你是沈家的后代，深藏不露啊！你们俩这也算是门当户对了。还吃瓜？不想准时下班了？切，护犊子！沈主任怎么还欺负员工啊？这不叫欺负，这叫严格要求。好，好，好，那严格的沈主任，要不要和我一起巡视一下？你这算是约我吗？你猜？